开始。今天要讲一个让人羞羞的话题啊，标题党。哎，你说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快2年了啊，这个打破了这个大老王，就是那个著名的大 YouTuber 说的这个他的观察，说夫妻本来在国内活得挺好的，出国了以后就50对50的离婚率啊，就50%都容易离婚，那他肯定是讲中国人嘛。核心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到了海外之后，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尤其是他能够去加拿大的话，在国内的时候都比较忙各自的生活，家里像旅馆一样，就只是住一下。哇，现在到了海外，通常一天中有23.8、23.9个小时都生活在一起，所以接触就产生了什么厌恶，大家好像又重新的认识了对方，还有这个离婚率就特别高，这是他的一个观察。讲那么多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离婚，而且怎么样？你讲的啊，感情好像比以前好一点了。不要好像一点，感情比以前好多了，对吧？你这说话有点令人眼红啊！自吹这个叫什么假惺惺啊？个香，个香。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原先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是特别忙嘛，互相都很忙，对家庭的照顾也比较少，相处的时间也不那么多。我记得你吵架的时候经常的抱怨，就是不关心家里，不懂得那个你的真实的需求，你的心理，是吧？那么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就主要是房子大了嘛，就生闷气的时候自己一人一个房间，对吧？然后大家就摊帽子比较方便。这是马来西亚房产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吧？那真的呀，真的就是在讲马来西亚的房子，真的很好。好，结束。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当然第一个，我觉得是来了马来西亚，就是这个居住空间的这个变大之后，我是真心实意的觉得说，居住空间的大的提升之后，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愉悦感，就让人的心情会变好，一个是心理空间会变大，是吗？物理空间带来了心理空间变大，对，然后那么就更容易消化各种不好的情绪，产生更多的好情绪。就是你会知道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嘛，然后自己相互这个不会干扰嘛，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有一些争吵是因为彼此生活习惯不一样，对吧？然后呢，我对洁净程度有比较高的要求，我觉得现在地方大了之后嘛，我也顾不过来了。然后我要是每天顾得过来呢，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清洁工，这显然也不是我的工作。然后所以我就学着来 tolerate 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这2年下来，挺好的。而且我们是租的房子是吧？不属于你。我不弄，你不弄，那我也不要主动弄。对，这关键是租的房子，好像我们对它维护的要求没有这么高。是的，不属于我。客居，对。讲起来这不一定是个好事，但实际来说，我们在房子的 maintenance 它的 housekeeping 上花的时间应该是大大减少很多嘛，不愉快的心情就会少一点，算是一个副作用嘛，对吧？这是一个。不是你那个好了之后嘛，因为我们的房间有各自的功能嘛，客厅干客厅的吃饭，然后看电视，大家玩乐的时间。然后我们有一间专门的工作间，这个很大，工作间除了放书桌还可以放床，对吧？2个人有的时候干不同的事的时候，就我是大卧室，你是这个床，或者我们在客厅，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空间比较大。对。那么如果我们还是这个相处时间很长，但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换一个屋子，我们的空间变得很小，很拥挤。那不行，那绝对两看生厌嘛，就是真的是距离产生美，这是绝对有道理的。所以来了马来西亚，虽然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但是因为房间变大了，也不要每时每刻都互相看到，很美的这样的一个 distancing 的距离，就是拍视频的时候特别好，见一下，特别好。那么还有就刚讲，接触的时间也变长了。你看，我们白天比如一起出去买菜呀，创业的时候送货开会我们几乎都在一起相处这个时间远远的增加，内容变得远远的丰富。为什么也没有增加更多的矛盾呢？
因为我们在共同面对生活给到我们的新的际遇啊，讲的好听一点是新的际遇，其实很多是一些挫折、一些失落。然后我不能说来到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的落差，特别是不工作以后。但是我觉得这种落差我可能以前在中国我会觉得说我有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会觉得把归因到外界，我会觉得是外面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来到马来西亚，因为这个决定是我选的，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选的路，我自己尝试后果了，所以就是我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然后可以自己去慢慢调试。我自己扛不过来呢，我会来问你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了，你看怎么样？所以你更加会就是说打落了牙往自己肚练，但是 in a good way， 就是你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不再是习得性的无助去抱怨外界，并且我们有一些共同经历的挫折。我记得我们来的第3天，那天晚上你妈妈突然之间找不到了，那个时候你崩溃了，然后我心里面我很心疼，我第一次觉得说，如果是妈妈找不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立刻马上我要买机票，不管多贵，我们一定要回去。对，我就觉得我们共同的去面对这些挫折，这不是以前你一个人的决定，或者说我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合力去做。我觉得这里面我听到2个关键词我也非常认同，一个是经历，一个是共同。你看在企业内也是的，你要让2个不同的部门，2个不同的人，他们相处得很好，你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新的挑战，大家都去做一个事情。像你刚说的，因为我们一起到了大马，对你来说是新鲜的，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共同，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主题，创业也好，教育小孩也好每天到哪里吃，发现新的美食和新的人交谈，我们好像可以更好的合二为一，用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心态面对同一种新的挑战，这挺重要的。对，因为我在想，假定到了大马 OK， 那么你忙你的，我呢每天如果是打游戏，或者我就每天看视频，我做我的另外一种生活，过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生活，我们应该也不会让感情变好。对，合力我其实没有故意的要把感情变好，对吧？但是就是经历了这个生活，就是真实的过日子之后，会产生出一种共同的这个方向，想把这个生活过好。因为很显然我们投入的这个生活，来这边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的生活是变好了，不管是从外界的这个物质条件，还是从我们的花费，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都反过来滋养到我们。尤其是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社会，然后这些我们认识的新朋友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的顾客和我们的合伙人给到我们这个反馈，对不对？会让我们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珍惜感，对吧？我觉得你来看我们刚讲了2层，第一个是物理条件，我们到了大马，房子也很大嘛，容易消化。第2层是一起去做新的事情。在此之上，你看，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那个 YouTuber 他讲的，到了加拿大的夫妻容易离婚，他们也是到了加拿大一起去面对生活的。那为什么他们容易离婚，我们走向了另外一面？我觉得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或者我们还没有挖掘到的因素。我就想到一个，我觉得首先我们做节目对谈，一天到晚谈，我们在磨练的过程中，其实也在统一思想，交流。很多人都说我们像朋友一样去聊，对吗？你也更多的把我们是这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灵魂伴侣这种话挂在嘴边嘛。离婚伴侣灵魂伴侣以前是不怎么听到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感会变得越来越的一致，因为我们在以前也碰到过矛盾，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分享就也不用去重复。就我们都慢慢想清楚说，把家庭幸福放在所有的之上，比如说放在工作之上，放在孩子之上，放在赚钱之上，甚至于放在家里的其他亲人之上，我们做了很明确的 prioritize， 所以我们的目标会变得很一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非常重要的。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其实我们也是结婚以后一直有做，当然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会冷战就停做，就是说大家都在各自学习吧。各自学习之后会经常讨论。我也想说这一点啊。其实来马来西亚这2年，我看和听了不少的书，应该说这个总量真的是远远超过我过去的这些。然后我们还是会各自去交流，哪怕一开始工作时我还是会跟你交流很多商业上的话题。然后很有意思，商业上话题的交流渐渐变成了我们一种习惯，如何用一些商业上的管理上面的一些理念去经营生活。对，这个也是可以适用的哦。是的，
你看结婚的那个点啊，两个人当愿意走到一起组建家庭的时候，有可能他们的思想一个高一个低，或者大家总之不是齐平的。那么你如果经过婚姻，有些人他越拉越远，那他们的共同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嘛，那他就更难达成一致。可是如果婚姻是另外一个是个减速器，它不是这种分歧的加速器，使得两个人增高的过程中越拉越近，那么大家反而会觉得婚姻磨砺了大家，滋养了大家。这一点上我确实也是觉得我们一直在打磨自己的思想，并且进行沟通，共同成长嘛。对，而且还要保持我们俩的多元化，互相不同嘛当然这点还是在磨砺之中啊。是啊，就是我推荐你看的书，或者你推荐我看的书，我们不一定会每本都去看，但有的时候至少自己看完之后会有一些交流，然后我们各自都有一些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对吧？而且至今我们讲了3层，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你看到这个又回到第1层了，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是经常互相打磨思想，可是呢当生活的压力还是太大的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物理环境之中，我们还是不能化解那些矛盾，对吧？在成长的过程中，它的那些 byproducts 可能是一些大家的怨气，你还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是可以消化这个，那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正循环不停的往前走。就以前其实那个模式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你仔细去瞧，我们一天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工作，其实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可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已经忘记了去经营这个家，经营家它的这个被无限的 deprioritize， 对吗？然后到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正好倒一倒，你是经营家庭是 top priority， 然后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做我们的 lifelong learning， 这变成是去依托这个第一个 top priority 的一个基石了，这个就很好玩了，对吧？其实也是用我们那个朋友有一次跟我们访问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对自己老实。我最近看到一个电影的解说他讲 Netflix 的一部影片，我快说一下，我觉得非常有启发。他是说一个女星，她到了50岁了，那她非常想要保证自己青春的容颜，她就拿了科技公司的一种药，这个药就是每7天1次，从自己老的躯体上抽取了一些营养素以后，自己又会恢复到20岁的这个肌肤。按照这个故事发展到后来，就像查拉特斯特拉如是说里面一样，年轻的这个去记恨，老的这个去缩短了他美好的容颜，而老的这个又说年轻的这个不让他再回到这个世上，他反而觉得原先50岁是更美好，自己的躯体变得越来越老。所以这个对我的启发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这种科技和药存在，让我们有一个想象中更美好的自我出现，但是我并不需要这个。就一旦我的想法跟我的现实是脱节，比如说我在工作中认为赚钱更重要，回到家我们又在抱怨享受不到家庭生活和快乐的时候，那你看我就变成2个我了。这2个我只要一旦存在，一旦对自己不老实，有这个分歧以后，这2个我就一定会打架的，有一个会看不起另外一个，所以人就会是撕裂的。就活在当下，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选项，说你可以选的，我希望活在当下一点，那可能会心情好一点，而是你不活在当下，你不老实面对的自己，你就会让自己很分裂，你的生活真的非常有可能会让自己变得怎么讲，就很痛苦。怎么说啊，很难去老实面对自己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这些不同的目标方向，它会戴着面具啊。比如说你在职场上给你带来的升职，然后你的团队带得很顺利，你的目标都完成，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 instant reward， 你的升职加薪，对吗？还有团队的人对你的这种欣赏。但是你在家的一个 nurturing 的 process，it got to be long， 其实它给你的 rewarding 是很慢很慢的，所以它会迷惑你说我经营家庭是不值得。你看他没有给我任何的回报，小孩也不好，然后老公也不 caring 我，还要天天做那么多的家务，可是你看那个职场光鲜的你，每天穿的特别好，头发也弄得特别好，还化妆啊，然后那个所有的这些该有的礼仪都有。其实你是用最好的精力去弄一些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可惜的一些。可能我们是幸运的吧。那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马来西亚的空气之下，家庭的经营，我们的感情也得到了一种净化，就让回归到生活本身。不然就像你讲的，你一旦享受工作中的这种光鲜光环，它工作工资带给你的 rewarding， 你很享受以后你就戴上了魔戒，就跟魔鬼要有一个交换。那另外一个滋长出来的那种虚烦的这种幻象，就很有可能会轻视另外一个，至少让自己很撕裂。你要不停的让自己回归以后，才会变成同一个自己。所以我想说回来，就还是很感谢我们做的是一个选择，当然也很感谢
马来西亚的这个土地啊，就让我们能够安安心心、静静心心的回归到生活，回归到更好的关系之中。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离婚哦，这50%的可能性，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没那么高了。结婚到了现在，对我们来说的话，快要20年了，离18年了。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可以比较不要脸的说一句，可能我们彼此都是对方最好的朋友吧，对吧？除了是伴侣之外，生命中一半的时间是互相相处。好了，下大雨了，接儿子去吧。好吧，好，拜拜。